Hello， 大家好。很早就知道吸引力法则，今年又了解了因果法则，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事情，明白了一些道理，都在不断的诉说着宇宙当中存在着一整套完整的法则，而且这些法则呢都是紧密相连的，一个法则会影响剩余其他的法则，就是因为有着这些法则，宇宙保持着和谐的运转。所以不管是在地球啊、太阳系啊、在银河系啊、在整个宇宙啊，这些法则都是通用而且有效的。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个法则，想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的。高中的时候，物理课上老师讲能量守恒定律，能量不能被创造，也不能被破坏，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，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，这就是物理学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。但是宇宙法则那可是宇宙啊，能单单指的就是一个能量吗？而是任何事物的背后都有宇宙规则在运作着。心经说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净不垢，不增不减，是不一个意思。当你彻底明白宇宙的守恒法则，你将会开启一个额外的功能，就是看透事物的本质。简单点理解，宇宙的守恒定律就是说宇宙会让事物都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之中，有消耗就补给，你消耗的会以另一种形式补充给你，你得到的补充又会以另一种形式消耗出去。如果你不消耗，那你也得不到补充，这就解释了为啥越花钱越有钱，因为你只有消耗你才能得到补充啊，来保持流动与平衡。就像水一样，它必须得是流动的，如果水不流动，那是啥？是一滩死水，臭水沟子。必须让钱也是流动起来的，如果水流动的速度特别快，那么水流就会特别大。同样的，如果让钱流动的特别快，那么钱也会变得特别多。我是怎么发现这个现象呢？我就发现，就是以自我为主导的人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就会喜欢吃有骨头的肉，不爱吃一大块的纯肉，甚至有的时候希望不吃肉。以他人为主导的人呢，会特别喜欢吃肉，尤其是喜欢吃大块的肉。你可以去观察一下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有很多以他人为主导的人，他会认为别人也是喜欢吃大块的纯肉的，他就会说自己喜欢吃骨头，但其实他就是爱吃大块肉，特别爱吃肉。为啥会这样？这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说宇宙一直在保持着一种平衡和和谐。有以自我为主导的人，就一定会有以他人为主导的人。如果自我的人都先把肉吃了，那么以他人为主导的人就没肉吃了。所以宇宙就设置了这种机制，先天的配置就让事物处于一个和谐的运行状态。假如一个既以他人为主导的人，他又吃素，那么他将会得到另一种形式的补给。佛教中不有故五不食吗？道教里头不有辟谷吗？都是让本来应该吃这些食物通过另一种形式获得其他的能量。宇宙的这些定律啊，有一点特别好，就是它在任何事情上都是绝对的公平而且有效的，不存在你讨好他呀，他喜欢你啊，就会多给你一点，遇谁他都没有例外。它更像是数学公式，会得出一个精准的结果。这点有啥用呢？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。这些宇宙的规则啊，会比我们本身自带的天命要强大很多。就像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？所以是能改命的，本来命里头没有这份福气，但是你可以利用这个规则自己创造啊，你可以自己运作呀。你再看啊，而如果一个人他各个方面都特别好，吃斋念佛，心地善良，但是他却特别的可怜，那么一定有一个点是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基本上这就是这种情况，时间还没到的那种可能性吧，会有，但概率不大。你再看啊，如果一件事情特别完美，一点瑕疵都没有，那么赶紧跑，不是骗子，那也是一个天那么大的陷阱。所有的兵法易经啊，甚至术数啊，都是这些规则演变的。明白这些道理之后，你再看一些事情，它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。为什么明明拖延症什么都没干，但是会觉得很累呢？
本来应该去干活的能量，转化为了精神上的消耗。最近不流行一个词吗？叫内耗。怎么能不内耗？为啥古代片里狠人啊、大师啊没事就要闭关修炼？佛教为什么要讲出离？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才能不被外界外境所扰，明心见性。王阳明不也一个人在龙场悟道的吗？就是把向外关注于外在的能量转化为了一种向内的能量。这个能量守恒的法则有没有点像因果法则？能量嘛，消耗补偿；因果嘛，种种子结果。别忘了每一个法则之间都紧密相连的，它们还都跟吸引力法则相连呢。就是说你消耗出去，你释放出去一个思想，会以现实的形式呢补充回来。你消耗了一个好的积极的思想，变成了一个好的事情；你消耗了一个消极的思想呢，就补充了一个不太好的事情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吸引力法则除了让我心情好点，它真的对我没啥实际的用处。现在咱们再看吸引力法则啊，吸引力法则就是让你的一个想法、一个念头变为现实当中的一个实物，一个想法变成实物。你得一直的持续的释放同一种想法的能量，然后它才能变为现实。我们现在知道能量守恒定律了，知道宇宙的这个规律了，朝着你想要的事情上稍微加一点现实的实际的付出，那么很快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这个我真试了，如果讲的这些宇宙法则都不能用不上，那真的还不如不学。这个是1986年生产的米奇磁带机。磁带呢，里面被预先设置了脉冲信号，让米奇一边说话，他一边能眨眼睛、动鼻子和嘴巴。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磁带，而且磁带现在它也不实用啊。我就想把它变成一个蓝牙音响，只要我连接蓝牙，它接收到语音了，它就会眨眼睛、动鼻子和嘴巴。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代码，轻松搞定。从吸引力的层面，我是绝对相信我自己能做好的。然后现实就给我一个大嘴篓子。我平时装电脑系统都属于超纲题，连根网线都得花钱找人。我真的也不知道我是哪儿来的信心，就认为我能把这东西整明白。我呢也果然不负众望，用了半年时间也没整明白。如果你当时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，我就是希望能尽快的把这玩具赶紧修好。当时正好学完因果法则，又刚好我弄不明白这个，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实验机会了。种什么收获什么，消耗什么补偿什么。我就想让这个玩具能好，我就想学会那个代码。我怎么才能学会呢？这半年吧，我也不能说是全无收获，收获了一堆没有用的，我根本用不上的代码。好，我就把这些代码全都给抛到网上，供别人学习使用。然后结果很快就到了，一个网站上找到了一个我能用的代码，只要把数据改成我需要的数据，就直接可以用了。神奇在哪儿呢？就是这个网站我之前登了不下10次，可是呢我没有往下拉，因为它最下面是一堆广告，我以为已经到了页面的最下面了，我就没有往下再拉。那天呢我就往下拉了，就点进去了，就看到了，而且还好用，就是让我更加深信这个法则实在是太好用了。你要没啥事我下线了，拜拜。说到这儿，我就突然间想到一句话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。那根据这个原则，这句话是不可能成立的。看似白费的努力，实则在未来的以后成为了一种看似的幸运。这种事儿太多了吧，就是那种当时在别人眼里特别不看好的一个爱好或者一个事情啊，最后反而成就了你。我是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。我们还能怎么运用这条法则呢？我们知道这条法则是永远成立而且有效的。那假如我们每次付出都多一点，少索取一点，故意的让别人占我们的便宜，那我们不就永远在这个补给的循环当中了吗？当你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，你都遵守着这个原则，其
其实你想要不富裕、不充足、不繁荣是挺难的。如果你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，你将开启一个另外的法则，叫做过度补偿法则。过度补偿法则就跟它名字一样，过度的给你补充，就是正常情况下不就是消耗补充、消耗补充、消耗补充，过度补偿的就是消耗补偿2倍的补偿，就是一直的在循环中多付出，而且还不求回报，就会进入到过度补偿模式。真的，我觉得能看到这条视频的人都是特别有福气的人，有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这个规则，就是越聪明的人，然后他又特别会算计，他通常过得都不太好。我同学就这样，他每一次都会为了1-2块钱吧，就是能算计半天，还每次都能成功的把我要进去。就昨天晚上他还跟我抱怨说，他干了很多事情，很多兼职，一天给他忙够呛，然后还挣不到钱。他说现在太难了。但实际上其实他是把这个规则给用反了。所以在我试着理解这个规则之后，我就立刻把这个规则让更多的人知道，这一份付出早晚也是会收获到回报的。那么现在在看视频的你，无论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只要你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条视频，那是不是你也在这个巨大的能量漩涡之中得到意想不到的回馈呢？说到这儿吧，我又想到一句话，当时看一直觉得是个玩笑，现在一想真挺有道理的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